各位颐养晚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素琴。今天这一期，我必须要用一种着急又恳切的语气跟您说，因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您晚年的生活质量和手里的钱袋子，请您赶紧把家里的老姐妹、老兄弟或老伴叫过来一起听，或者直接点分享键转发到家庭群。因为有些钱您不去拿，它就真的白白浪费了。为什么我说的这么急？咱们很多人辛苦一辈子，到老了还在为钱发愁，买菜要算计，看病要心疼。但您知道吗？有一笔钱是政府明文规定要发给您的，是您年轻时流汗，年老时理应享有的权利。这笔钱每月最高能有8328元。可现实是，90%符合条件的长辈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或者知道了也不知怎么去领。您说这冤不冤？就像您存了一辈子钱在银行，却忘了密码，眼睁睁看着利息溜走。咱们辛苦了一辈子，晚年不该再为钱发愁，不该因信息闭塞错过本该属于自己的福利。我是李素琴，在颐养晚年这个频道一直跟大家讲，咱们老了不仅要活得明白，还得活得有钱。我们要把藏在文件堆里、政策里的真金白银一个个扒拉出来，放到您手心里。如果您试的一次刷到我们，或者还没点关注，今天我诚恳求您一次，哪怕为了您的钱包着想，现在就点一下红色的订阅按钮，再点亮旁边的小铃铛。因为颐养晚年只讲干货，只讲跟您养老金、补助金、看病报销最直接相关的事。很多长辈就是不会操作，错过了重要信息，我看了都心疼。今天您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个保障。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很多人一听说政府发钱的反应就是假的吧，肯定很难领吧，那是给特殊人群的，跟我没关系。我今天就明确告诉您，真不是。这笔钱包含好几个部分，有基础养老金，有高龄补贴，有失能护理补贴，还有针对特殊群体的照料津贴，全部加起来，符合条件的长辈每个月确实能领到8328元。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根据咱们国家现行的养老保障体系和各地的惠民政策综合计算出来的。有的地方可能高一些，有的地方可能低一些，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咱们今天就把这笔账一笔一笔算清楚，让您心里有个底。咱们先来说说最基础的一块，叫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是咱们国家给所有参保老人的保底钱。哪怕您年轻时没交过几年社保，哪怕您是个体户、家庭主妇，只要您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到了60岁就能领这笔钱。这笔钱国家每年都在涨，很多地方已经涨到了200-300一个月。您别嫌少，这只是底子。而且这笔钱是终身发放的，您活多久它就发多久。我认识一个山东的刘大姐，她以前总觉得交社保没用，后来在社区干部反复劝说下，勉强交了最低档，结果去年满60岁，每个月领到了180多块，她特别高兴，说这钱够她买一个月的馒头和菜了。她说早知道多交几年就好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您身边有人还没领到这笔基础养老金，赶紧去当地社保所问问，补办手续还来得及。第二块叫高龄津贴，这是专门给咱们上了岁数的老人的尊老金。您知道吗？只要您年满80岁，很多地方就会开始给您发钱，有些地方门槛更低，70岁就开始发。别小看这笔钱，虽然从几十到几百不等，但它是国家给您的一份尊重，是因为您活得久，所以奖励您的钱。我认识一位姓周的老爷子，今年85岁了，身体硬朗，天天去公园遛弯。他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还是社区网格员上门通知他办的，现在每年多拿1000多块，逢人就夸政策好。老爷子说，没想到活到这把年纪，还能每月领零花钱，真是赶上好时候了。高龄津贴各地标准不同，有的地方对100岁老人还有额外补贴，每月能拿到几百甚至上千。所以家里有高寿老人的，一定要去问清楚，别让这笔长寿钱白白溜走。第三块，也是最大头的一块，是针对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的护理补贴，这是我最想让大家重视的。很多家庭家里有老人躺在床上起不来，或者脑子糊涂，需要人24小时看着，儿女累得半死，经济压力也大。但很多人不知道，对于这种情况，政府是有专项补贴的，这笔钱是用来帮助家庭减轻护理负担的。根据失能程度的不同，每月从几百块到2000多块不等。您想啊，加上基础养老金和高龄补贴，如果都符合条件，凑到每月8328元，真不是天方夜谭。这笔钱是您应得的权利，不是施舍，是社会保障体系对您一辈子付出的回馈。
我有个远房表妹，她母亲中风后瘫痪在床，她辞了工作在家照顾，一家人生活拮据。后来我告诉她去申请失能护理补贴，她半信半疑的去办了，结果每月领到了1500多块，再加上母亲的基础养老金和高龄补贴，一个月加起来有2000多块。她跟我说，姐，这钱真是雪中送炭，购买尿不湿和营养品了。所以家里有失能老人的，千万别犹豫，赶紧去办。除了这3块，还有一些针对特殊群体的补助，比如残疾老人生活补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等。这些项目叠加起来，完全可能达到每月8328元。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能领到的金额也不同，但关键是您得知道有这些钱，得去问，去申请。听到这，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开始在心里算了，我好像符合，又好像不太懂，到底该怎么查？别急，接下来我要说的比告诉您有钱拿更重要，因为我知道咱们很多长辈在去办事的时候最容易踩坑，最容易因为一些小疏忽导致这笔钱眼睁睁飞走了。所以接下来这部分您可得竖起耳朵听，最好拿个小本本记下来。我要跟您说的第一个坑叫躺在床上却没有证。很多老人明明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但是家属不知道要去申请失能评估，没有这个评估报告，政府就不知道您的状况，自然就没法给您发放护理补贴。这个评估是免费的，或者有专门的机构上门服务，但您得先去社区、去街道办事处提申请。您不提，没人会追着给您送钱。所以，如果您家里有这种情况，赶紧去问、去办，这是救命钱。评估通常需要带老人的身份证、病历以及家属的身份证到社区领表，然后等待专业人员上门评估。评估结果会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失能，不同等级补贴不同。记住，评估结果有效期一般是1年或2年，到期要重新评估，千万别过期了还不知道。第二个坑叫人在外地，户籍空了。现在很多老人退休后去大城市帮子女带孩子，一住就是好几年，甚至有些为了方便，把户口迁来迁去。这里面有个大问题，很多福利是跟户籍和实际居住地双挂钩的，有些地方要求人户分离的要备案，或者需要在居住地重新认定资格。如果您没做这个动作，系统里可能就会显示您失联，然后暂停发放您的养老金或者高龄补贴。所以长期在外地的长辈一定要记得每年做一次生存认证，现在手机上就能办人脸识别，千万别懒，别让钱断供。我认识一个张大爷，去深圳帮儿子带孩子，3年没回家，结果养老金停了。后来回来一查，是因为没做认证，系统默认他不在世了。补办手续折腾了2个月，那2个月没发钱，损失了好几千。所以只要您还能动，每年用手机刷个脸，几秒钟的事，别怕麻烦。第3个坑叫不知道有这回事，从没申请过。您别笑，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很多高龄补贴、护理补贴，它不是自动打到您卡里的，是需要您满80岁那天之后，带着身份证、户口本去社区填表申请的。有些老人过了80，腿脚不方便，儿女又忙，想着算了，也没几个钱，结果一算，几年下来损失好几万。这钱是国家的规定，也是您的权利，您不去拿，就等于白给国家省钱了。咱们不贪不占，但该拿的1分都不能少。我有个邻居王阿姨，她妈85岁了，一直没领高龄补贴，觉得每月50块钱不算什么。后来我劝她去办，办下来后，她妈说50块够我买2斤肉了，真好，别嫌少，积少成多，1年就是600块，可以买好多东西了。第4个坑叫资料不齐，来回跑断腿。很多长辈去办事，因为材料没带齐，被退回来，一来二去就不想跑了。所以去之前一定要问清楚，带好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1寸照片，如果有病历、残疾证什么的也带上，最好让儿女帮忙，或者让社区网格员指导。现在很多地方推行最多跑1次，甚至1次不用跑，有的补贴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申请。您要是不会用手机，就找年轻人帮忙，别害羞。第5个坑叫银行账户不对，钱打不进来。很多补贴是直接打到您提供的银行卡里的，如果您的银行卡是2类卡，有额度限制，或者卡已经休眠了，或者开户名和身份证不符，钱就打不进来。所以办完手续后，过一段时间要去银行查查，看看钱到了没有，如果没到，赶紧去社区问问是不是卡号错了。好，讲了这么多坑，
您肯定最关心一个问题，这8328块钱到底什么时候能到我手里？我该怎么去查？我该怎么申请？我给您捋一个详细的时间线和行动指南。第一，如果您现在什么手续都没办，那就从今天开始。第一步，带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去您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服务中心或者乡镇街道的便民大厅，进门就问一句话：同志，帮我查查，我能享受哪些针对60岁以上老人的补贴？工作人员的系统里都有，一查就知道您符合哪几项。他们会告诉您需要填哪些表，需要什么材料，去哪里办。如果您腿脚不便，可以打电话问，很多地方提供上门服务。第二，如果您家里有行动不便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一定要问清楚怎么申请失能护理补贴，需要去哪家医院评估，需要什么材料。评估一般由民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后会给您一个等级证明，拿着这个证明再去社区申请补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一定要坚持办下来，因为这笔钱每个月都有，长期下来就是一大笔。第三，如果是帮子女带孩子的，人在外地，一定记得问清楚异地认证怎么操作。现在很多地方用手机 APP 就能眨眼点头完成认证，不用来回跑。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或者当地人社的小程序，找到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按提示操作就行。如果不会，让子女帮您弄。第四，对于高龄津贴，如果您或家人马上要满80岁了，提前1个月去社区咨询，带上身份证、户口本、2寸照片，填表申请，一般当月申请，下个月就能开始发。第五，对于残疾老人，如果您有残疾证，但没领过生活补助，赶紧去残联或民政部门问问，看是否符合条件。残疾等级不同，补助也不同。第六，对于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比如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的家庭，国家有特别扶助金，每年有几千到上万元，这个需要去街道计生办咨询。至于钱什么时候到账，养老金一般都是每个月固定的那几天，比如15号到20号。高龄补贴有的按季度发，有的按年发，护理补贴通常是按月发放。您办好手续后，问清楚工作人员哪一天大概能到账。如果到了日子钱没来，千万别拖，赶紧拿着存折去银行刷一下，或者再回社区问问，是不是哪道手续卡住了。有的长辈可能会说，你说的这些政策，我们农村也有吗？我告诉您，有，而且很多政策农村比城市还实惠。比如农村的新农保，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可能比城市低一点，但加上各种社农补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还有针对农村低保户、无保户的专项救助，也是要主动申请的。所以农村的长辈更要重视，别因为信息闭塞错过了。还有的长辈担心，我去申请这些，会不会影响我原来领的低保、无保？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补贴是普惠性的，比如高龄津贴，不计入家庭收入，不影响低保；有些补贴是救助性的，可能会与低保挂钩，但总体上政策是叠加享受的，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最好咨询工作人员，他们会帮你算清账。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儿女们一句，咱们做晚辈的，一定要主动帮父母了解这些政策。父母年纪大了，不懂手机，不懂上网，很多信息不知道，您稍微花点时间帮他们查一查，问一问，可能就能帮他们每个月多拿几百上千块。这点时间花得值，这是孝心，也是责任。别等父母走了，后悔没给他们办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父亲中风后，他听说有护理补贴，就去办了，每个月多拿800多块。他跟我说，这钱够给爸买纸尿裤和营养品了，压力小多了。所以年轻人也要关注这类信息，别嫌麻烦。最后想跟咱们老年朋友和孝顺儿女说几句心里话。我们这辈人，年轻时吃苦，中年时扛事，到老了就图个安稳、体面，不拖累儿女。这几千块钱，在大城市可能只够1个月生活费，但对于农村老人，需要长期吃药的老人，想给孙子包红包又舍不得的老人来说，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尊严。有了这笔钱，您可以多买点水果，偶尔下顿馆子，给孙辈买件新衣服，不用向儿女伸手，活得硬气。这笔钱是国家发展带给我们的红利，是我们年轻时建设国家应得的回报。别觉得申请是占便宜，要大大方方去问，理直气壮去领。您辛苦了一辈子，配得上这份安稳。您为国家贡献青春，国家回馈您一份保障，天经地义。咱们中老年朋友要多关注新闻，多和邻居聊天，互通有无，一个信息就能改变一家人的生活质量。
颐养晚年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您了解政策，交流经验。欢迎把领补贴的经历写在留言区，让更多人知道。有疑问也写下来，我会尽力解答。咱们一起把日子过明白，把该拿的钱都拿回来。如果您觉得今天内容有帮助，或者身边老伙计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请一定转发视频，邀请他们关注咱们，互相通气，互相提醒，一起守好养老钱。还没点赞的朋友，点个赞支持。没订阅的，点红色按钮，开启小铃铛，新政策、新福利的一时间告诉您。我是李素琴，在颐养晚年陪您把晚年过成享年，祝您身体健康，该拿的钱一分不少。下期再见。